我最近特别愿意吃那种小包装的灯影牛肉丝，但是我研究了一下，市面上得有95%以上的产品其实用的都是大豆拉丝蛋白，所以我去买了2个牛后腿，我打算看看这纯牛肉做的和那老豆干吃起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，顺便也算算这纯肉的做完成本是多少钱一斤。不过在做这个牛肉丝之前，我们需要先熬出一大锅卤汤，这汤越香，那牛肉嚼的就越有滋味。这锅汤在炖完牛肉之后，比之前卤猪蹄剩的那锅汤还香。那锅我之前就给留着当老汤了，现在这锅我也想留着当老汤，所以我们安排了一波老汤见老汤，这回估计是得吃到地老天荒了。这些牛肉在卤泡了1宿之后就已经特别入味了，然后就是做这灯影牛肉丝最麻烦的事儿了，就是怎么把这些牛肉撕成丝儿。我们试了好多工具，相对好用的是这个撕丝神器，但它也就是个半自助的半自助机器，因为牛肉比较硬，它只能先把块状打散，然后需要人工先把它的筋撕开，再撕成细丝儿。我们在这整整扒了13个小时，从早晨兴高采烈的开始干到晚上都没劲儿哭了，干到凌晨的时候算彻底绝望了，给我价值观都干崩溃了。就有那么一瞬间，我一度认为大豆组织蛋白是一项很伟大的发明，太荒谬了。这些肉扒完丝儿，算是彻底给我们累麻了。完就寻思先歇会儿，刷刷手机。正好最近新换了个苹果14 Pro Max， 这手机内存大、运行快，价格还实惠。在转转上买的，才花了8900，用着跟新的一样，比新的还便宜2000多。而且转转是官方验二手平台，手机都有真人检测，数码产品全都保修1年，特别靠谱。想换数码设备的，推荐你们也去转转看看。然后这些牛肉丝儿要大火给它炸到脱水，为了能更好吃，我还一起炸了4盆料油。后来我算了一下，那200斤肉卤完炸完就剩下60多斤了，但是炸肉炸油却一共用了100斤油。要不怎么说这玩意儿吃着香呢？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油比肉多。最后要把这些牛肉丝大火爆炒烹出锅气，出锅之前再多撒点芝麻。现在它的口味是甜麻辣香，一口直接入魂。而且得益于我们撕那玩意儿实在不太均匀，这里边的细丝儿入口化渣特别酥脆，那粗的也是油汪汪的，吃起来很多汁水。主要是这个味儿和外面卖的实在是太不一样了，就是它不只有料香，还有越嚼越香的肉香。然后我算了一下，这纯肉的做完了合成本是60多块钱一斤。这牛肉丝现在吃着就一个问题，就是它太费酒了，平均每100克的耗酒量在5到8瓶之间。我估计等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吃完呢，我家楼下卖酒那小子也该琢磨换车了。我今天早上给我奶就送点水果，完我奶说这2天有点牙疼，晚上要有饭的话整点软和的，但是特意强调了啊，是牙疼不是胃疼，肘子别耽误了，炖烂乎点就行。最近莲藕不错，给我奶做了一盘鲜藕丸子，这个真特别好吃，你们要有孙子也让他给你做一下。完了蒸了不少金头巴脑馅的包子，给我奶压的都非常烂乎，没牙也能吃。我一点不撒谎，我们同学听说有这包子，打3个小时出溜滑来的，着急忙慌吃了4个包子，又打3个小时出溜滑回去了。下大雪了，给奶多囤点口粮，炒了一个古早蛋糕，正好泡着奶吃，还炒了一盘肉松。就这点肉松，我弟撅那扒了2个多小时，我站那炒了1个多小时。我说奶呀，孙子和外孙子不能做到更多了，俩20多岁大小伙子折腰给你炒的呀。头2天给钱老丈邮了200斤大米，换回来这个豉汁凤爪的配方。完了看我那大米挺值钱，有点不好意思，又在京东超市给我买了1箱生食鸡蛋和1箱干拌饭。这生食鸡蛋直接敲碎了就能吃，生产过程有非常严格的标准。咱说买生活用品和新潮好物，那必是逛京东超市啊。第1至11块1毛1呢，那叫美好生活一站式，京东超市超省事儿。我弟说这干拌饭给我留着半夜吃吧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钱老丈人还挺懂我。来吧，香香了，肉蛋豆、金巴包、汤肘、排玉糊、肉土泥、豉爪、虾西、藕丸、松、骨膏、疙汤，这就往奶家去了啊！看看那肘子能不能治一手我奶这牙。我今天领你们看看我大哈尔滨的冰糖万物啊！先看一首冰糖大树，再看看这个冰糖树叶子，还有冰糖早餐车、冰糖大铁门、冰糖小路灯、冰糖电线。这一口是枸杞亲测啊，说还没太到时候，稍有点淡。那些说要来哈尔滨找我干饭的朋友们，抓紧吧！就这么说吧，雪已经不小了，我和大哥都准备好了。咱奶啊，虽迟但到。我们在哈尔滨嘛，我奶整个11过得都非常谨慎，一步都没出过门啊，一步都没有。但是这老太太吧，身体非常坚定，肠胃却很诚实。昨天实在憋不住了，给我打电话唠了半个多小时家常。我总结一下子啊，中心思想就4个字：奶馋。
速归。奶馋了，咱说奶馋得有包啊，他吃上心不慌啊。今天这包子是茄子馅的，茄子块挺大，我就没切肉粒儿，但肉末必须得多，要我奶该以为是素馅的了。上我奶奶酱骨棒是老演员了，这盖儿一周开，我的妈呀，一道小香。前2天吃杀猪菜，我藏块五花肉，寻思我奶批评我爷爷时候拿出来，现在看起来可能是等不了那么久了。我奶再不干点肉，可能要没劲批评我爷了。炒了一个口蘑肉片，还整了一碗牛奶南瓜粥。这个黄色小球它也倒记了，给我奶扒了一盘。这个灌焖羊肉啊，你们一定要学一下子，是罗宋汤的口，属于俄罗斯菜系。方子我打出来了啊，你这要再懒，我就差他妈喂你了。来吧，吃香香吧，茄包、黄球、红蛋、大骨、口肉、番鸡。排玉玉汤、灌羊、牛腩、小黄，打包准备出发，再给奶送点奶，这都是趁识货 APP 有活动时候囤的。你像这个豆奶、可乐，这都1块多，牛奶20多一箱，元气森林都半价包邮，好家伙，赶上上货了，天天抢购链接和188福利放评论区了啊！我跟你说，有些事儿错过了就是一辈子。拍一拍，拍一拍，好好拍一拍。吃没了，我给你们俩打电话。我最近有点馋肉松小贝，让我妈念叨的，总害怕外面的肉松是纸壳做的，就干脆自己家做了。在家做嘛，肉松肯定得给够啊！我煮了一大锅肉，都给炒出来，正好留着这两天喝粥吃。这肉煮熟了，先给它捶打一番，让它等会儿老实配合。但如果它不吃罚酒的话，咱们就快速启动Plan B，我们可以给它吃敬酒啊，就不忙的情况下可以先给它磕一个。后来撕肉丝儿可要了命了，纯人类反祖啊！那天不都看直播了吗？我们最开始有说有笑的，后来逐渐变得暴躁，最后终于变态了。没有手指甲吗？撕的贼费劲，镊子是最好使的，但就后遗症不太好治。等这回隔离结束，我仨高低得出去做个美甲去，谁也拦不住。这10小时太痛苦了，我们就一直在里边撕，猫就一直趴门口看呢。这感觉特别像围城，里边的人拼命想出去，外面的猫拼命想进来。最后一共是撕了这么多肉丝，这是天亮时候撕的，那薄如蝉翼，细如发丝；这是天黑之后撕的，反正也能说得过去。这是变态之后撕的，这会儿已经崩溃了，就寻思赶紧毁灭吧。后来炒肉松的时候，场面非常混乱，从凌晨2点炒到早上7点，就一直站那扒了。只有炒过肉松的人才知道我们这一宿过得到底有多变态。然后一宿没睡觉，还想吃点重口的，就煮了几袋人类快乐螺蛳粉。这粉个大料足，可解馋了，整10包料啊，有薯片一样大的腐竹，还有这么长的酸笋，而且粉吸满了汤汁之后，吃起来特别入味。这一碗感觉菜比粉都多，汤是酸酸辣辣的，吃着特别爽。我们本来以为肉松晚上就能炒完正好吃螺蛳粉，但目前来看，这个系列可能要更名为我的早餐。不过这箱肉松看着可太过瘾了，给小贝先多抹点芋泥，完给蘸满蛋黄酱扔里轱辘去。这埋肉松里根本找不着小贝的感觉，太爽了。完我们寻思，反正这一顿是丁不愿意吃，就再快乐点得了，又做了炸鸡和奥尔良烤鸡腿。我吃完饭都恍惚了，我们头一天上午10点见的面，吃上这顿饭正好是第2天上午10点，就因为怕外面肉不好，完24小时没合眼。我寻思这不大你们那肉不好不吃得了呗，遭这罪干啥呀？今天是我们在这小院的最后一天了，假期要结束了，就想珍惜每分每秒。但是早上睁眼睛就下午3点半了，只能赶在太阳下山之前吃顿好点早餐了。看着炭和炉子就明白了，今天早餐肯定吃的是铜锅涮肉啊！冷天吃火锅太让人兴奋了，尤其是现在这天，小冷风往脸上一吹，小麻酱往肉上一蘸，哎呀我去，这画面有夕阳有小院有涮肉，这要再有条金色小狗在地下跑，那就是神仙日子。但我环顾四周，我们几个黑不溜秋的，谁都没法胜任这个角色。我先拉倒吧，凡人也挺好。我们来之前算了算，已经快1个月没吃串了。1个月呀！你不知道一个东北人是怎么挺过来的呀？完今天烤点羊肉串，烤点大腰子。出发之前检查好几遍，忘带泳裤都不带忘带这点腰子。完趁他们烤串呢，我要偷摸给前女友买点东西。最近3月8德国女孩节，老多大牌美妆都打折了。阿玛尼口红比专柜便宜1半，SK2 的套装5件套才400多，还有香水、防晒、眼霜啥的都贼合适。从评论区链接点进去，还有专属的优惠活动呢。你们要指不上前男友，就赶紧趁现在补货。完我买完了，这串也烤好了，孜然的香味一出来，我当时就开悟了，这人活着呀，就是为了这口串啊。
主力锅疙瘩汤，就是疙瘩有点抓多了。打了2个温泉未遂蛋，事实证明24小时也不熟。等我再有假了，我上这连住1周，我认可泡芙呢了，我就看看这蛋多长时间能熟。完热乎喝点疙瘩汤，我弟又上池里泡去了。你说这小子多没正事儿，开300多公里来干啥来了？早晨本来就没起来，温泉泡2下就得了呗，不赶紧找准自己的东南西北，再摸上9981一圈。完我们打到2点多出门放烟花去了。我看天上都是星星，我就让他们赶紧抬头看。我弟给我个大波溜子，非说啥也没有。我心完了，我哥俩这麻将打的指定有一个是白内障了。